今天下午3点多，热得不得了，台北市几乎有一点点焚风的感觉哦。很多人冻没掉，躲到捷运里面，就发现说捷运的车厢跟月台怎么还是那么热啊？有的人就冻没掉了哈。现在有个状况，北捷弥漫的汗臭味，尤其是下午过后，一些学生下课的时候，哦，真的是在劫难逃，在捷运里面臭到很难逃哦。到底是不是限温令害的呢？我们的经济部告诉大家，这些营业场所公开场所要限温在26度。虽然说现在还没有开罚，但是也希望说慢慢的要引导大家，就是往26度的方向这个来实施哦。啊，经济部说，委屈啊，没有啊，你们看到捷运里面在扇扇子啊，这跟我无关啦。而且他还特别跑到了小南门，因为前阵子他们故障啊，月台满满都是人，很多人说很难呼吸，受不了。他还特地跑去小南门说，刚好这个月台是26到27，它有分2个部分哦，车厢跟月台。民众说的是车厢里面很臭，因为它26度受不了。然后小南门他们去测的是月台26到27，啊，你说没有限制，可是它就是在你的规范里面啊，那不就等于它配合你的限制了吗？还有个问题是有很多人发问啊，尤其在 Dcard 上面说，为什么男生在捷运上面普遍都这么臭呢？好，当然有人讲说跟男生女生无关。好了，事实上男生真的就是比较臭。好，另外一个是在基隆呢，基隆仁爱区有几家很有名的酒吧哦，尤其是连老外都喜欢去的。但是他在8月4号的时候，半夜1点哦，还不是下午2、3点最热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很离奇。有一个男子他进去喝醉了。他说：“你们冷气有点冷，他准备要自己动手条。老板喝令他说不可以动我们的冷气。就那男的从包包掏出了一把手枪，抵在这个老板的头上面啊，就跟他说：怎么样？我就是要开枪，而且还说我是太阳会的，我是天公之子啦。这个赖清德前阵子说是台湾之子，那个叫天公啊囝啦，天公天公囝。但我不知道开冷气跟太阳会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另外一个有点岔出去的，就是前阵子成人展哦，很多这个漂亮的女优一字排开，这个画面非常的壮观，很多人觉得美不胜收。但镜头的另外一边就很吓人了，这个有点密集啦，台下满满的。都是男性的观众、男性的来宾哈，那有人讲说，哇塞，里面臭死啦，臭气冲天哦，臭得不得了。而且他们说进去哦，1000个人里面只有1个是女生啊，受不了了，请教杨明。我们先讲这个，我觉得。要说这个题目应该有传给台北市政府看啊？怎么说？5点50分，刚刚节目开始前10分钟，蒋万安脸书，我们有泄密，有泄题，正式宣布哦，他说因应这个车厢哦，很多人去反映这个车厢比较闷热的状况哦。那他有提到说，其实因为最近不是有这个所谓的 T Pass， 就是那个都会通1200，对，吃到饱，所以确实捷运也好，台铁也好，这种所谓的公共运输的载客量。这个运量就增加，所以呢，人多，天气又热，如果你原本设定，他说原本这个台北捷运在尖峰期间是25.5度车厢的冷气是开25.5度跟26度不就差不多了？然后呢，它的文湖线，它只有文湖线温度特别低一点到25度，这是现在的设定。那今天台北捷运已经开会未来它马上要设定，预计48小时内设定完毕哦。未来会变成温度要调48个小时才有办法，因为他们是要用那个温控，他们是全部都要包括城市要去修改设定，对。那他们现在就是说要改成夏季就是非尖峰时间，就离峰时间，车厢的温度是24度。那尖峰时间就人基本上车厢都是满的状况，车厢的温度会调到冷气会调到23度啦，所以就是说有做一些因应措施，但是呢，老实说我觉得其实你看你提到其实不是性别的问题，是生活习惯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我们被教导男生不用化妆，男生不用这个整理仪容，不用喷香水，对，所以很多的其实你知道我以前曾经在一个以理工为主的学校去工作。理工科系为主的学校工作，然后呢，你就会发现，清大，我们不要讲学校名称，那总之呢，你就会发现跟同学，因为要跟同学互动嘛，那个只要是那种比较理工科系的这个干部，因为我是管社团的，他们来这个夏天然后跑来跟你申请活动干嘛？就一阵晕眩，就会有异味带进来可是这难免，因为年轻的小朋友，比如说他穿着一件 T 恤，然后流汗嘛，流汗就会有汗臭味，那可是我们常常我们的教育是说，
通常比如说可能会让你喷个香水啦，或者是说擦个什么体香剂啊，或是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抑制这个臭味。可是我们从小不见得有这样的教育啦，所以没有这个习惯。可是像日本、韩国，你会发现哦。他们连上学都还要那个男生还要不止喷香水，还要化妆，然后修眉毛，对，修发胶，对。可是慢慢的，现在慢慢，所以难道日本的地铁他们下班之后、下课之后，男生飘的是香香的吗？其实都有。其实不会啦，就是我觉得这个臭只是一种习惯啦，只是说汗臭在闷热的车厢里面，你确实会觉得不舒服。那还好，老实说还好。前阵子因为疫情哦。大家戴着口罩，至少有防护。难怪去年不怎么抱怨，今年疫情之后大家抱怨得很严重。不过也特别整理一下，松山捷运站它测出来月台是33度，环状线呢是35度啊，所以有些地方。半开放的或开放式的那个温度是真的是吓死人了。不过要请教思刚一件事情，现在前阵子大家有听到中部有女大学生静宜的女大学生，最后身影被拍到在马路上走一走，人就不见了。传出呢是为了为爱奔赴呢到缅甸去，大家很担心她的一个下落但没有想到她不只得到了爱情，也得到了面包。因为现在网络有谣传说她已经因为忠诚度够高、够忠诚，所以她变成当区的小主管了，月薪保证有6到7万元，还有相关的加给哦。不过这么一听到加给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个不就是广告了吗？就被诈骗集团的招生广告。警方还特别赶快跟大家讲说，没有办法证实她的状况而且她随时可以回来，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位女生在进行诈骗不过现在有个新闻在讨论说，缅北免费的逃生路线也因为这一个案子被他弄断了。那有另外一个在花莲状况也比较特别的是，花莲当地的警察他要宣传反诈骗，让他送了100份这个炸弹葱油饼。去过花莲的都知道要排炸弹葱油饼，随随便便也要排2个小时。结果警察宣传，你只要答对相关的这一些知识啊，你就可以获得1份。只是说100份吃完之后不知道什么效果，请教思刚。最近的诈骗案件确实有上升的趋势，因为我前2天碰到警察局长他说为什么？那最近第一个学生。好，学生这个开始要准备，有一些准备要开学啦、就业啦，然后开始要缴费啦等等。第二个呢，最近台北市在什么敬老津贴那1500块开始发放，对诈骗集团来说，跟上时事梗有没有？然后就打电话给一些长者，说，我可以帮忙代理然后因为代理的程序怎么样啊？然后告诉你，要是我来帮你做这些事情啊，可以提供你在到宅服务等等。然后所以最近的诈骗有上升的趋势，所以最近警察呢在做防诈骗宣导这部分花了很多的心力，几乎在他的业务几乎快到了1/3在做这个事情，因为这个诈骗呢对于一些地方的治安坦白讲是有一些影响的，有对警察的点数是有影响，然后他诈骗案这个变为我觉得重点的绩就是花了很多的力气，但是治标不治本啊。真正的源头我们政府都不做。我跟你讲，真正的源头警察跟检察官都知道，远警跟检察官是他第一线承办，他都知道，他们把这些诈骗的这些刑事的这个案件，然后呢怎么样的类型，然后中间呢怎么样断点，其实他们都有往上报，但上面好像每次都开很多会议，有没有这个汇报啊，反诈骗汇报啊，管的啦，一下是说这个没有人力管 NCC 不能管这个啦，所以到上面的就无疾而终。所以为什么就累死这些警察？对，为什么诈骗就是会一而再再而三，而且会跟着时事一直不断的翻转？所以你像这敬宜女大这件事情，其实我怀疑这是一个假新闻啊。我觉得这个网络传闻有可能是假的，它变成一个模范、一个范本啊！而且我是听到很多人讲如果说他已经当上了这个小主管，全亚洲最厉害的诈骗集团的主管，还只有6、7万，那就太少了，就不值得大家冒这个生命危险啊，去做6、7万啊！周长，这个逻辑你要先想一下，第一个，他大学还没毕业；第二个，你是说诈骗集团还给你看学历啊？第一个就是你看他大学没毕业，没有社会经验。无经验然后呢，这个到那边才多久？才半年，已经可以月收入6、7万，这个变成是我们台湾更厉害啊！我们大学没有毕业，没什么经验，可以当上新竹市长啊！没有，这个不一样因为一个这个一样啊，都是诈骗的手法上去的。但是他后来补学历我觉得这个报道它不太好的原因是因为
因为这个其实你无从查证。是啊，你要怎么确定这个资讯是真的？而且这个部分我们只能说报道的时候一定要强调这个讯息无法确定是真的。无法确定，因为就我怀疑是某一个网络上，因为他讲到加急，这个真的很像诈骗呢。没错，你甚至变成是，如果今天诈骗人他不要那个猪仔喽，他开始争干部啊，对啊，而且诈骗集团就用这种假消息去吸引更多新的人跑去缅北啊，跑去这个诈骗园区啊，所以大家不要受骗了。对，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不能受骗，千万不要看着觉得说现在诈骗集团改头换面了，然后还给你外国人加急，然后而且除了6、7万，还有，因为他还有追到爱情啊。是啊，拜托不要被这个事情骗了。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这个网络的这些谣言啊，这些假消息，我觉得警察还有 NCC 也要去查啦。不过这件事情要请教杨敏哦，这个爸爸会馆真的是太神通广大，比电影演的还要更加戏剧化哦。这个郭哲敏他是诈骗集团哦，他经手的这相关金额有数百亿元之大。那但是大家也觉得他太厉害了。我们跟泰国有这个司法的这个互助，在7月27号，这个人终于被逮到了，在泰国被抓到。但他真的好厉害哦！本来已经要把他引渡过来了，他刚刚好7月28号落网，7月28号、8月1号、8月2号，当地有连续假期，就他们就趁这一个空档的时候，他赶快把握这一个机会呢，赶快跟柬埔寨的总理父子，也就是照片上这一位洪森还有洪马内，花了3000万元打通这2个人，说我现在立刻找到一个柬埔寨的女子，我跟她结婚，结婚之后我就正式的变成是柬埔寨的人。然后现在呢，就传出来说，洪森他们讲说，既然这个人已经是我们柬埔寨的公民，那我就不能让他回到台湾，我必须要求泰国让他引渡回到我的柬埔寨。这个人也太厉害了吧！然后现在还有很多人说，这个人是大坏人，要悬赏他，寄出了200万美金，要他的人头，说这是不管是活的死的，通通都要逮到他。200万美金台币多少啊？6000多万元啊！这个金额相当的，可能比给洪森的3000万还要多，还是说洪森打算赚3000再加6000？这个希望洪森有看到这个哦，可以一口气赚到9000块哈。那他过去的案子里面最高这个诈骗的地下汇兑相关的金额有高达200亿元啊！请教杨敏。其实不管是3000万、6000万，对郭哲敏都是小 case 哦。传出我跟你讲，他的资产哦，很多人还用估算的，为什么？他光大直豪宅哦，价值就3亿。大直一栋豪宅，对。然后呢，他是花10亿买了桃园八德的土地，然后呢，在新店他也有土地，他的这个还是有形，大家看得到的资产哦。看不到的资产，他做地下汇兑到底赚了多少钱？目前你没有抓到他，你怎么算？对不对？所以现在既然泰国3000万是小 case 啦，泰国警方把他逮捕，理论上哦，本来如果他能够引渡回台湾，他对很多他涉及的案件、很多的案情才能够有曝光，或者说真相大白的这个时刻，你才能够去调查嘛。对，那他人在国外，你根本拿他没办法。好，现在麻烦来了，他居然是你知道吗？他拿到这个柬埔寨的护照哦。然后呢，他现在就变成说，我是柬埔寨人，然后呢，柬埔寨的总理这个高官全部都要帮我疏通，哇，这个你知道，通缉要犯哦，也有超能力，钞票的钞啊，所以你看有钱哦，但我有点怀疑哦，他这样可以打通这个政治人物哦，因为他在台湾的时候，人家就说有人通风报信啊，某一个派系跟他关系又特别好，他能够会不会他在那边有这样的神通，也是有人帮他打点啊？其实我告诉你，现在有一个，因为我查了一下之前的新闻啦，因为这个他之前哦能够提早离开台湾，当初我跟你讲这个案子要收网，检方要收网，然后呢他是人已经在国外，所以就是抄不到他。那你就知道他神通广大，后来才衍生出什么88会馆什么他跟警界高层跟检方什么都通通都卷在一起这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人不简单。好，那如果这个人那么不简单，现在更厉害的是他连国家元首都可以买通的时候，哇，那不得了啊！那他对我们的政治不知道买到什么程度啊？所以我说，当他回来台湾，很有可能如果引渡回台的话，很有可能造成所谓这次选情的大爆。这个叫做震撼弹啦，这不只是震撼弹，这已经核弹等级了。如果他回来，所以你是意思说我们台湾的政坛搞不好有人希望他不要回来？如果他回来，他会不会把一些你们为什么要抓我？那我把我知道的东西，我再曝光一些东西，让大家一起死。所以会有人不希望他回来。
所以我说他这次当然，我认为其实上个礼拜第一时间他在泰国被逮捕的时候，就已经有传出，因为他有柬埔寨身份，所以传出柬埔寨也会争取引渡的消息了。那时候就有神预言了，就已经有人在讲了。所以道上我跟你讲，这些都是道上的消息，都很准确。好，更多精彩话题，别走开，马上回来。大家好，我是谢耀洲，拜托请大家拿出手机，打开 YouTube， 搜寻国民大会，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检查一下哦，因为听说有些人按这个订阅之后还会跑掉，你检查一下，看订阅还在不在。如果你已经订阅没有关系，你周边的亲朋好友帮我们拉拉票，请他们也订阅，而且要帮我们多多分享，谢谢，拜托。